不敢说，我害怕说错，我怕我说了别人不听。中英双语的主播专业，会说话、敢说话、说话有力量的人。抖言抖语对于现在的小朋友的影响有多大？屌、绝爆！我不懂，拿一个生殖器去形容一个东西。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从我的频道开播以来呢，我收到过非常多关于我的评价。安娜气质很好啊，安娜看起来很年轻啊，不像2个孩子的妈妈，收音做得太差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在这些所有的评价里面，夸奖我的评价频率最高的就是说安娜口条真的太好了，安娜天生就是可以靠说话吃饭的人。其实我也不是大家嘴里说的那种天生口才就很好的人。大家看到我现在说话的样子呢，是经过了非常多训练还有调整之后的升级版。没错，口条是可以训练的。所以今天呢，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大家敲完了超久超大力的口条超好的秘诀。这些技巧呢，是我从大学的时候学习的专业方法，加上我这么多年在社会职场上的摸爬滚打，加起来的心血总结，花费了非常多的钱还有时间的精华。所以今天这集绝对值得大家看下去，多多练习，你也可以成为出口成章、说话有力量的人。脑筋打结，这应该是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明明有很多想说的，但是一开口却不知道先说哪一句。明明想说这个，但是说完之后发现意思完全反了。甚至明明先准备了演讲稿，但是一开口却前言不搭后语。这些我刚刚讲的全部的种种，都是我在频道留言里面挑选出来大家遇到的说话的时候的一些问题。那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呢，都只有一个，就是说话的逻辑是混乱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学的专业就是中英双语的主播专业。我觉得这个专业非常的妙，它所有的课程的设定有形体、说话、化妆。现在在看影片的女生是不是有点突然很心动，觉得这个专业非常的有用？我其实很多的同学在毕业之后也没有再从事主播或者主持相关的行业，但是呢，在这个专业里面学到的很多的技巧和知识，都为我们后面的人生还有职业生涯提供了非常多的养分还有帮助。尤其是在说话这一块，主持人有一个专业的基本技能叫话题评述，目的是让主持人在收到一个话题之后，可以非常快速、清晰、有条理地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见解。我觉得这个技能训练呢非常的棒，不但是大人在面对自己的生活、职场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小朋友如果早一点学会的话，在升学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演说的机会或者竞选的机会，都会获得非常大的益处。这个训练呢非常的简单，准备的东西呢也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机或者相机，只要有录影的功能就可以。然后呢，随便选择一个话题，可以是现在你正在滑手机的时候社群上面看到的，也可以是你吃饭的时候电视新闻上正在播出的，可以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非常简单的话题说起。老师，我有问题，请说。可以边举例边介绍吗？那你就随便在 SNS 上面翻一个话题，然后我们来边举例边和大家分享整一个话题评述的过程。好，这个好了。百灵果说蔡康永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实在是怀疑你是在挖坑给我跳。好，这个话题呢有一点复杂，但我觉得它非常的棒，因为它兼具了热度还有争议性，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评述的主题。针对陈老师刚刚给我找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要来做一个简短的准备。这个准备呢，我们是需要有时间限定的，通常只有30秒的时间。在这个30秒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通盘去想一想，对于这个话题的感受是什么，想法是什么，不需要想得非常的深入，只要抓住1到2个点，可以去做评述就可以了。那在这一段准备时间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到话题评述的时间了。我也一样用陈老师给我准备的这个话题来和大家分享一套万用公式。首先呢，要来先综述一下这个话题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近日知名播客在自己的采访中提到蔡康永又不是一个艺术家，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因为蔡康永不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在文学界的地位都非常的高，很多人认为他充满创意还有才华。在介绍完这个话题之后呢，第2步就是来分享自己的感受和观点。比如说蔡康永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取决于我们如何对艺术定义。如果我们的艺术仅仅是指代画画、雕塑、古典乐器的弹奏，那蔡康永或许真的不算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呢，随着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我们对于艺术的表达相较起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早就有了更多元化的方式。艺术家也早就不仅仅限于画家、雕塑家还有古典音乐家。在我看来，可以透过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创造出价值并且影响他人的人，就可以称之为艺术家。在说完了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之后呢，就要来探讨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以及这一件事情对于大家的影响是什么。比如从蔡康永的电视节目还有文学作品里面，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深刻思维还有他的幽默。而在节目中，他可以直面对方质疑自己
己不是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优雅的仪态，也展现出来他的沟通技巧，还有说话的艺术，也让大家对于艺术是什么产生了更多的思考。或许艺术本来就不该这么的狭隘。那在做这个话题评述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句式不要太复杂，尽可能用我们平时说话的方式还有语速，尽可能的保持自然。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差不多一个评述抓在1到2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头脑更集中在我们这个话题上高速运转。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尽可能的去保持冷静，控制情绪，不论这个话题有多大的争议性，都要展现专业的态度，也特别要注意我们的眼神、手势还有站姿，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自信还有表达力。那话题评述呢，和我们之前分享的所有让自己变更好的小习惯一样，都需要一定的练习频率，才可以让我们掌握一个新的小技能。所以每天可以抽出几分钟来练习。刚刚有提到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要用手机或者相机把我们的影像录下来。那整一个评述完成之后呢，就记得回看自己的影片，看一看自己的表达是不是清晰有条理，观点有没有深度，语言流不流畅。也可以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看这一段影像，请他们帮忙看看有没有说的特别棒的地方，有没有哪里要调整和改进。当然了，现在就更方便了，你可以直接开一个 channel， 记录你每天努力的一点一滴。那当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刚刚整一个话题评述的流程和结构之后呢，就可以尝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刚刚一样的话题，针对这个同样的话题继续去思考我刚刚的观点是不是全面，有没有哪个角度遗漏了。这样呢，可以训练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养成思辨的习惯，也会让我们的评述更加有深度和启发性。比如刚刚这个话题，虽然我不认同百灵果的观点，但是我们要去探究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观点。比如百灵果作为超大型的播客，他们的观点也代表了非常多的人群对于艺术家的期待还有认知。与其去探究蔡康永是不是一个艺术家，不如去思考在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或许我们的艺术教育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好，这样一个完整的话题评述的流程就已经完成了。大家发现没有，这样的一个话题评述可以帮忙大家在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去训练自己说话的方式，对于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完整的评述和思考。如果家里或者身边有人愿意跟你常常去做这样的讨论还有聊天，这个训练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比如说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和陈老师在看到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去做一些深入的讨论。一方面呢，可以刺激我说话，可以刺激我更全面的去思考还有评述一个话题。另外一方面呢，这样子深入的交流也可以让我们两个人更了解彼此，对我们两个个体来讲，也可以更好的接受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不一样的声音存在。也很容易吵架。我们两个常常吵架的理由非常的奇怪，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因为台湾、日本、韩国究竟哪个地方的房价更高这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大吵3天3夜，这就是我们话题评述的日常。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吵架就不用学了。当你常常做这个训练，并且习惯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在面对陌生人或者很多人说话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快速的帮你把逻辑梳理好，你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头脑打结这个问题了。现在技巧大家都有了，但是有的观众还是会讲，我不敢说，我害怕说错，我怕我说了别人不听。那这些全部的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不自信。很多人不自信的原因是害怕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自己万一说的不好怎么办啊？我太紧张了，如果哪里说错了。但事实上，别人可能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关注这些小细节。心理学上呢，有一个现象定义叫做聚光灯效应 （Spotlight Effect）， 说的呢就是大家往往高估了其他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关注程度。想象自己站在一个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大家盯着看，超严重的。我小学高年级之前呢，我常常都觉得自己在参加一个实境秀，旁边有摄影机。你以为你是楚门吗？所以我看《楚门的世界》的时候，我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蛮好的想法。如果你觉得你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其他在你身边的人其实都是配合你的 NPC， 他们也很重要，那你就会更专注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更专注自己的想法，更专注自己的理想，不受别人干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这个事情下次再聊好了，太长了，展开的话。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回想一下自己最近一次和别人合照是什么时候，然后想那张合照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化了什么样的妆容，除非这个人是你非常爱的人，非常关注的人，要不然大部分的时候你根本不记得，因为通常大家拿到合照的时候，第一反应第一时间看的都是自己，因为我们人类天生
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所以不要害怕说错。如果真的说错了，我们改过来就好了。尤其有的时候一开口就慌了，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深呼吸一下，让自己慢下来。记住，人贵语迟，贵人啊，讲话都是慢悠悠的，所以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甄嬛传呢，地位越高的讲话越慢。我觉得如果可以口齿非常清晰，头脑转得非常快速的人，讲话可以快一点。比如说我觉得我可以讲话非常快，我的语速跟得上我的头脑。但是如果在很多社交的场合下，你没有那么自信的时候，你可以慢一点，没有关系，别人不会因为你讲话讲得慢就觉得你这人很笨。通常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讲话深思熟虑，有条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怕。如果一下子讲不出来的时候，就调整一下自己的语速，说慢一点，想清楚再说。我想要分享一个刚入行的时候，有一次演唱会在开会，遇到那个传奇的演唱会导演的时候啊，他一句话都没说。那他不是人贵语迟，他是人贵无语。我觉得他超厉害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我觉得。在下一次分享一些面对面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些社交技巧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细节。有些时候你要沉得住气，经得住寂寞。什么叫经得住寂寞呢？就是经得住冷场，不要害怕，不要这个场合没有人讲话，快点想一想，把这个话快点把它塞起来。真的不用这样，你就先停下来，你就看着对方。你就看对方怎么表演，这个真的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交锋，但这个真的扯太远了，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好了。这样子，E人很容易输。E人真的没办法，我跟你们说，所以这个是需要训练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绕得有点远，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很多人说啊，我敢开口说话，可是我一说话，我就发现自己赘词超多，形容词也很空洞，觉得很挫败。这个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毕竟我们现在每天打开我们的社交媒体，看到的都是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5分钟看完一部电视剧，10分钟陪你看完一整本的世界古典名著小说。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跟着我们宣传组的前辈在学艺人行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讲求的一个数字叫黄金30秒。意思就是一首歌前30秒如果好听的话，人们会更加的喜欢，并且记住这首歌。结果呢，时光变迁，来到了现在，我们现在讲求黄金是几秒？黄金3秒。抖音甚至它有一个2秒跳出率，2秒钟你的内容就要抓住你的观众的眼球。所以呢，大家为了争取更好的流量，都会想要把所有的内容尽可能的用最简单的词汇、最渲染的表达。比如我们想要形容一个绿豆椪。为什么是绿豆椪？我突然想吃绿豆椪。好，我们要形容一个绿豆椪，一个传统的完美的形容方式，通常会是这样的。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一颗绿豆椪，它的色泽非常的漂亮，透着油脂的光，闻起来呢也是甜甜的味道，带着一个猪油的清香。咬下去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绵密，马上可以吃得到豆沙，而且可以吃到咸咸的肉松。只有传统的绿豆椪才有这样子的味道。好想吃。我们这集应该放一个绿豆椪的团购，有没有？但是如果改成现在流行的短影音的话，要怎么形容呢？家人们，谁懂啊？这个绿豆椪一辈子总要吃一次吧？这个绿豆椪谁顶得住啊？当我们习惯了这一类网络用语，我们就会更不愿意表达，更不会表达，因为我们头脑里的东西变得非常的单一。像刚刚这个绿豆椪，这个绿豆椪的味道太那个了。哪个呢？就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现在整一个大平台的词汇词库都太局限了，太扁平了，太单一了。我们看起来每天拿着手机滑了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短影音，好像看了很多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接触的都是一些重复的内容。这些重复的内容用词越简单越模糊，大家理解的成本就越低，所以得到的流量就越大。如果大家有在接触一些小朋友的话，可以发现这一些所谓的抖言抖语对于现在的小朋友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更会说话，更会表达，就一定要把自己从这样的现象里面解救出来。比如少看短影音，多看完整的作品，经过精良制作的电影、电视剧、书籍、杂志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在生活中尽可能精准化自己的表达，少用这个那个这类代词，以及一些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些形容词，比如屌、绝、爆。你觉得这个东西好漂亮，那它就是好漂亮嘛，它好厉害，它就好厉害。这个词语它可以很简单，比如说这个杯子粉粉的，我真的好喜欢。为什么一定要形容这个杯子好屌呢？我不懂，拿一个生殖器去形容一个东西，我不懂。好，可能是我
如果这是一种老土，我宁愿我这辈子都老土。请大家做一个说话漂亮的人，好吗？好啦，做到以上3点，我相信大家就会逐渐掌握说话的技巧，成为一个会说话、敢说话、说话有力量的人。当然，我们实际的生活还有社交非常的复杂，很多时候不是掌握1个技巧就好了，也不是掌握3个技巧就好了，更多的呢是要我们经历岁月的累积，融会贯通。但是每一个技能的累积都不会辜负我们付出的朝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